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州市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昨天的台风，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无事，好不好？但说实话，有很多，尤其像台北的市容，你大概可以想象到，这个台风是让很多人很有感的一个台风。OK， 那包括路树倒啦，很多像这样一些事情。当然，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也让蒋师傅在这里面。那有人说怎么攻坚变属住，然后一路上，包括今天哦，包括今天上班。明明正常上班课，但因为路树倒太多或类似这样，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今天要上班，然后一样。那蒋师傅脸书又被灌爆，好吧？可是这所有的一切事情，除了这个以外，你现在要正视的另外一个是今天，柯文哲主席的延压庭今天9点半正式开延压庭，因为本来在昨天嘛，因为台风延到今天，放假延压庭嘛，延压庭开，不管结果是怎样，反正对柯文哲主席来讲，这个是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也有小草。在北院外面还是举放人呐、虽然那个地方是不能用人，但还是要放人，虽然不多，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个延压庭对未来你觉得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基本上呢，有点绕口令。柯文哲的延压庭因为台风的关系，延期到今天再开延压庭。对了，好多绕口令哦。但是呢，这一次的延压庭其实有些氛围是变的了。第一个呢，你看这一次的柯文哲早上送整个把土城带来的时候，他这一次。不是像以前一样直接从前面走过去，是从旁边的角落，这样子走过去，感觉整个氛围好像有点变了，怪怪的。然后怪怪，当然外面呢是有一些小草，还是说要放人嘛？可是事实上呢，延压庭当然我们知道说，检方有的就是有行贿，是加了一个行贿，然后有救赎，对不对？有一些状况。可是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大家已经慢慢从那先前的彭正生啦、沈庆金啦、应小维一路下来，发现。恐怕检方最后出手的那个起诉书，大概不是硕士论文，是博士论文应该会很厚了。因为检方你一定要说服大家，为什么我要压？第一次压以后，我还要延压。我在中间调查了哪一些？那为什么这些会造成？因为尤其大家看2个重点嘛，一个，如果你用图利起诉，那你要不要用受贿起诉？如果收贿的话，那要有金流，要有钱，要看得到啊。对，那白银一直告诉你没有金流放人，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推估呢？因为你会看到说，整个检方在这最近的动作，台风前后，其实的动作里面，包含是沈庆金的延压理由、政治捐献的目的是，那代表着里面不是只是金华城哦，目的还要去把它厘清。然后彭正生还。虽然没有收贿，但是财产来源不明，还是不明，财产来源不明，还有的是否还有串供，所以还有未到案的共犯，彭正生可能在保护，那里面的故事可能又是其他的故事了。然后这时候呢，又把端木正再找一次，然后又把邱佩玲当第二次约谈，他有事没到，那其实变成是他的交朋友，柯文哲的朋友圈，所以显然检方现在整个状况。已经不是一个金华城案，因为大概金华城案或怎么样，可能不够了，所以会继续下去。然后继续下去之后，那当然呢，我就会看到了，就是因为那天呢，就是沈庆金不是呛虾吗？他拍影片嘛，对不对 ？Netflix 嘛，其实 Netflix 有个影集非常好看，那个叫做《Dirty Money》，已经到第2季了，对不对？那所以我相信柯文哲这个再查下去。Netflix 不用你这沈庆金出钱，他们那个 Dirty Money 的系列自己会来拍第3季。因为其实柯文哲这里面的，其实你会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上个世纪美国最有名的叫庞氏骗局，那现在你会看到柯文哲会被叫做柯氏骗局。那柯氏骗局和庞氏骗局的一个核心差异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有个核心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利用一些人想要翻转的渴望。所以当时的庞氏骗局是骗了很多人去再投资，想要去买嘛。那柯氏骗局是什么？对于台湾的政治这个板块的冲撞已经不耐烦了，所以呢，柯文哲这10年崛起，柯氏骗局嘛，你看他讲的多好听，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财坛干预政治，就像用刀叉吃人肉。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柯文哲整个东西，包含那个我们待会会讲民调，接近七成不会相信柯文哲会影响台湾的未来？
其实是他的科室变局其实太重要。为什么？他是10年下来，那些人在支持他是什么？渴望，有一个人像你讲的这么好听，可以来翻转，可以让台湾的社会有点变化。但是最后呢，就是我以前喜欢用的嘛，你那种2种人呼吁改革，一种人是真心改革，另外一种是因为我吃不到。当我拿到刀抄的时候，我同样的吃人肉，这是柯氏骗局里面最大的一个破洞。因为柯文哲，那至于说柯文哲现在为什么当大家开始对他这么的失望，第三势力当然现在是因为12月7号小草门只有铁草门有投票权，所以有一些民众党的政治人物还在那边挺柯文哲。我跟你讲，我就记得，我相信东豪也记得啦，2008年的时候，在民进党的新的领导班子没有改组成前，每个人都要救陈水扁。那等到新班子出来之后呢，立法院旁边声援阿扁的时候，你看不到一个民进党的人物。所以现在柯文哲就是最后的1个月的剩余价值到12月7号，然后现在就是接续哪些人继续这个柯氏骗局，反而是我们台湾社会里面要更关切的。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一次整个柯文哲主义面临到金华城案子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问过他对台湾政治未来的一些的影响，尤其对于第三势力是一直很有一些理想的人，或是一些年轻人对政治有非常非常未来美好的一个憧憬的一些年轻人，希望透过政治能够翻转台湾的一些人。柯文哲这整件事情会不会对他们的未来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对政治失望了吗？或怎么？这整件事情希望不会对台湾造成像这样的一个冲击，好不好？那可是因为柯文哲今天开银阿庭，压与不压，起诉与否，各政党的发言人都不适合在这方面做。所有的来宾，因为大家来宾在做各自的判断，这些即便立法委员都可以。但我觉得各政党的发言人都不太适合这些，尤其执政党 ，OK？ 因为执政党，要不然，所以你看嘛，民众党就可以直接贴上去，你看吗？就是你们在操纵所有的司法，就会造成像这样一些的结果 ，OK？ 好，但这是另外一段事。可是所有这些的过程，刚才我讲到的这些，为什么柯文哲的起诉与否、判刑与否，这些对台湾政治会有这样的现象，不只是白银的有没有立委席次，单纯这个而已，包括有一些人对政治的理想各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的打击？来。亲王，第一个，你以前是廉政委员，廉政委员那个过程，我一直想要知道的是，你后来显然在那个时候你是支持柯文哲的吗？对 ，OK， 后来是什么时间或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有这样一些的转变？尤其最近，频频有人提出柯文哲跟建商之间，感觉上那个距离是对蛮近的一些的状况，你自己会怎么样看这个状况？我先讲明一件事情呢，其实。对于柯文哲，甚至柯文哲市政府时期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其实陆续都有收到一些爆料。对，那只是对这些爆料呢，就我选择要不要把它公开出来，跟不要公开的差异而已。至少在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我这个有拿出来讲的事情，其实很少了。好，那第二再来就是回答刚刚5哥的问题哦。其实2015当他廉政委员的时候，那当然我自己负责的美和市案是有报告的，是有完成的嘛。那5哥应该有印象嘛？对。那所以那个案，可是后来要回来多少钱？要回来应该100多亿的样子，100多亿，没有了，是后来要回来多少？我记得后来有再要回来，反正就是我记得要回来几十亿。对，那因为我们主要是找出他当初建价报告里面的疏失啦，就是他当初低估了台北市的土地的价格。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美和市案是有处理的。那所以等于当时大家是希望能够帮他把台北市政府里面的事情去做处理。好。那后来为什么陆陆续续会发现不一样？这里面其实有几个阶段转折啊。第一个是柯文哲后来在处理大巨蛋案的时候，当初大巨蛋案你们在告诉我们的是说那里面会有公安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相信林清荣他们所模拟出来的那个逃生的那个内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巨蛋坦白说，如果现在那个量体会造成公安上的危害的话，那该拆的部分还是要拆啊。我们可以接受不完全全部要打掉，但至少那时候有个妥协的方案是说楼地板面积不要盖到这么多嘛。但是后来也没有看到往这方面处理，而且又传出了蔡壁如去跟远雄密会的事情，光是这个就先打破了所谓的公开透明哦。但是即便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也没有完全打消对柯文哲的一些想法，那时候也还没有。好，那后来到什么事情呢？后来到2018、2019，柯文哲的两岸立场看起来呢，这个越来越往这个中国倾斜。那往中国倾斜到什么程度呢？到就是即便面对这个
类似像西藏喇嘛的事情的时候，他当时不是讲出来说不知道啊，通常哥有印象，那时候我跟你讨论过嘛，他讲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择用自焚的方式嘛，这个话其实坦白说不是非常得体的一句话，而且类似的发言内容，连香港的问题他也讲出来，所以等于说这些问题都让大家觉得说，那他的中国立场到底是什么？而且类似的发言内容，连香港的问题他也讲出来，所以等于说这些问题都让大家觉得说，那他的中国立场到底是什么？变来变去的，再加上同时期，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2018到2019，当时是不是这个柯文哲等于有这个他的观传局局长陈思宇，他辞掉了观传局的局长，跑去选补选立委？对。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传出来说，他补选立委，那观传局局长辞掉的时候。后来进去卡住的观传局局长不让陈思宇回去，就是要卡住陈思宇的位置，而且后来还丢了一张这个接手的刘义婷跟陈思宇两个的财产身价比较表，这很羞辱人呢，这是摆明要修理陈思宇呢，因为那个刘义婷的财产跟陈思宇的财产两个，因为这个陈思宇是家族的关系嘛，两个财产怎么可能拿来做对比？但你很摆明丢那一张出来，你就是要这个羞辱陈思宇嘛，那你就是卡住不要让他回去嘛。然后当时我从内部听到哈。一个最糟糕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内部有人想要做这个观传局的标案的生意。那这件事我必须说，我没有去做查证 ，OK， 我只听到都是传言。所以呢，等于说当时在这个阶段，那个2019年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坦白说，我们已经是觉得这个心里觉得有很多地方很诡异啦。那时候东豪哥就跟我说，他觉得他对柯文哲有信赖跟这个信任的问题啦。后来呢，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呢又发生一件事。就是我到这个附近的台一台，哈，在那边去租一个棚对柯文哲做专访。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你知道柯文哲哈，这个真的会水凉，好像他也不过就是到台一台去而已。然后就进去里面要坐下来吃个便当，哎呀，这边有便当啊，便当菜色里面有牛肉啊，好，就这自己可以一直在那边随便这样。然后呢，这个人家电视台的总经理来了，副总来了，在旁边呢，他就是比较关心那个便当里面的菜色，里面有牛肉，然后这电视台来电视台这个专访还有便当可以吃，感觉很幸福的样子。然后呢，他在现场的言论呢，其实跟这个就讲的也一样哦，在现场讲的他对两岸的言论，其实让我觉得当下听的也是很难接受。那他讲了什么话，我就不具体描述了，这个是2019的时候。OK， 后来到2021年、2020年的时候，就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台北市的疫情当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老人家的打这个疫苗的方式怎么可以安排成这个样子，甚至爬坡的方式让老人家去打疫苗。当时我们看了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然后后来还传出在那之前还传出来这个偷打疫苗的事件。这个偷打疫苗对柯文哲讲的公开透明是最大的讽刺哦。那你要想说这个偷打疫苗这个事件，让当时大家听了觉得说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去问到底是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结果后来知道说当时的卫生局局长柯文哲的老师，那在配疫苗这件事情上面有来要的很多都有给，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所以当时这件事情传出来闹大之后呢，就一度传出说要他的老师要离职这件事，所以等于说很多事情是陆续堆叠产生的。好，那你知道在整件事情呢，在柯文哲去年呢，其实我对他人设完全的崩坏是去年我接到对于他家所谓的农地停车场事件其实我在去年6月我就拿到资料了，我去年6月我就拿到资料了。去年6月我没有选择马上把资料丢出来，原因是我一直在查证说，第一那个地到底是谁的，然后是归属几个地主所有；第二那个农地在做使用，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地方这个游览车停的满满都是，上面都铺在这个柏油水泥铺面，然后后来再查是特农地，你根本没办法使用。所以我去年6、7月拿到资料的时候呢，坦白说，我那时候觉得说他讲的，而且去年6、7月，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当时6、7月他在干什么事情？跟着一起喊居住正义，跟着一起喊居住正义。有没有？那时候一直喊居住正义，然后呢，上次还羞辱了侯友宜一顿嘛，办了居住正义大游行嘛，然后所以当时资料都还在我手上，然后我在人眼看着这一切在发生就你高喊的居住正义，然后你的这个农地转做游览车停车场使用，然后你还一直在讲居住正义，然后那块地收租，我在当地也问了一遍那个行情，所以整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资料不是只有我有，然后我觉得奇怪，就我想说，有的人这个资料都没有特别要讲，所以后来我在12月的时候才选择把这个事件，就是把它给摊开，把它曝光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他人设刚刚武哥讲他人设，对我来说他就分这几个阶段的崩坏，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是柯文哲的案子发生之后，尤其是关于金华城收贿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哦，最受不了的是柯文哲之前市政府那些幕僚，很多跟他的年轻的幕僚跟机要，那是真的有心要帮他做事的年轻人哦，是外面有其他高薪的工作不做，然后选择去帮他哦，结果呢，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各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蔡壁如、黄珊珊这些人知名度这么高啦，也不是每个人都像大老板知名度这么高。你知道有多少前市长室的机要啦、幕僚啦，都被北检传去哦？虽然都是作证的身份啦，都被北检传去，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我是当初基于热情去帮他，结果到最后怎么你们在后面说这一大堆跟钱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们还要被传去作证，对，然后我还被传去作证，然后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搞不好我是不是不小心处理了哪一个部分跟钱有关系，我可能被转作被告。你知道那些人的心理现在是多诚惶诚恐在这事情上面，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就这几个礼拜陆续爆料，包括像橘子的事情也是一样，他们一直要透过我跟社会大众强调说，橘子真的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不是因为橘子是坏人，而是因为柯文哲跟橘子的使用的方式的关系，让橘子认为他就是这样跟柯文哲相处嘛。柯文哲为什么这个搭个球车也要起起楚楚？因为以前都是橘子在跟他旁边跟他讲话嘛，现在没有橘子跟他讲话啦，所以他只好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起起楚楚讲话。在我在看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在看这些前幕僚出来讲话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他们有很多的话是想要说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包括这个礼拜啊，其实我对他们的爆料内容，坦白说，我保留了非常非常多，我都是没有说的。但是一直到这2个礼拜提到关于金流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跟黄珊珊有关的时候，因为大家在讨论彭正生的这个羁押延押原因的时候，讨论到他这个图利啊。讨论到说财产来源不明啊，然后讨论说彭正生说好像彭正生跟钱的那一块因为到前面在讲不好像这个讲彭正生图利，好像他跟钱都完全没有关系，不，所以我才要丢出来告诉大家说，这里面有个幕僚告诉我的是，彭正生帮黄珊珊去跟其中一家建商，然后呢去这个要了100万。然后这个建商呢，后来跟彭正生也是要他帮忙啦。这个建商后来要跟那个市府内部人跟他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我们有做到了，然后请你们回报你们的副市长这件事我们做，意思就是他不是很甘愿再做下一次的意思的。然后这一家建商在2023年的时候。被黄珊珊、黄国昌他们骂得很凶，那所以这样大家就很好猜出来这家建商是谁了吧？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第一个包括柯文哲最近频频被爆出来说跟建商之间的距离，第一个我就讲建商不是罪，好不好？因为建商对台湾的建设发展，包括房屋什么非常重要。只是柯文哲在过程当中，当你刚才创下拿了财团刀叉吃人肉什么政治不难找回良建人，当你把所有蓝绿全部都骂完以后。那大家就会开始质疑说，那你跟包括财团，包括你跟其他要募款的过程的那些对象，你的关系到底是处理怎么样？他就会陷入了这一块。如果刚才讲说，因为亲王当过廉政委员嘛，自己心态的一个转变，包括看了这些，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记得你在节目里面有讲过，2014年你是挺柯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本来直觉会想，没有啊，你以前是郝龙斌市府的幕僚官员，然后你又是国民党。那时候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不是国民党嘛，对不对？我那时候跟很多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一样，其实那时候市政府很多公务员都是挺柯的，私下都是挺柯。OK。因为柯文哲那时候讲说，要让台北市脱离蓝绿政治之外，让台北市成为非战区，让公务员从此不用再服务政治那个对很多公务员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大家常常在议会里面看到公务员，不管是蓝或绿执政，公务员都是被叫上去骂，被叫上去牺牲的那所以刚刚新闻讲到说，我倒不会是讲说柯文哲人设的崩坏是从什么点开始，而是讲说我对他的印象开始改观是从什么点我一开始是对他非常期待，所以他当选的第一天礼拜6投票嘛礼拜天我就马上主动跟郝市长说我们要把台北市完完整整的交接。台北市不是哪一个政党，它是属于台北市民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完整的交接。那他也同意，所以礼拜天的早上他就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一些重要的副市长、市长，
然后是我亲自打电话给柯文哲，我们想办法去找到柯文哲的电话哦。但他一接到我一说我是谁，他啪就挂掉，因为他以为是诈骗了哈。所以后来还有再透过人打电话来问说，哎，刚刚是不是有个什么电话？我说对，我真的是谁？还有这一段。对啊。所以后来第一次他们的见面啊，是一个4个人的聚会啊，然后那个郝市长，我还有市府的发言人4个人的聚会啊。所以我其实是第一代的柯粉，可是也是第一代的柯黑哦。他上任以后，然后就莫名其妙去搞出5大案，我那时候就觉得很 shock， 就是所有的公文你都看得到，所有的资料你都看得到，那所有的郝市长的批示你都看得到，你怎么还会认为里面有弊案呢？因为你都可以去查嘛，好，你都看得到清清楚楚的内容，你怎么还会认为有弊案？如果你看不到，你像外面的人啊，你去凭空猜测，你看不到东西，好，那你说有弊案，我可以谅解。可是你已经是市长了，所有东西都摊在你的面前了啊。那后来他事实也证明说没有5大弊案嘛，哈。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改观了，我就认为说你并不像你说的哦，你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你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你不是，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用你自己的意识形态，用踩别人来垫高自己。然后后来事实上，后来等我自己当了议员以后，我跟他的这个相处过程，我必须要说，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后来等我自己当了议员以后，我跟他的这个相处过程，我必须要说，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就是他最擅长能力就是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然后就没有了。他在市政方面确实是没有管理的能力哦。这个我要说，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这个武功高强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大侠哦，这是不一样。一个是自己武功很高强，很会讲，很会骂哈，但他不是将军，他没有办法去管理，对，他没有办法带兵，没有办法管理，所以台北市政在他管理之下8年确实是没有什么那个，但是我对他的操守一直都没有质疑，对，好，政治人物你去募款，你去什么哈，有时候是台面下的 under table 的，我都可以谅解，我都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是政治人物的幕僚哦，我一直没有觉得他是一个贪财的人。直到调查金华城这件事情啊，我看到了一些证据，听到了一些爆料，后来都证明属实，我就慢慢的开始发现他把自己卖给了财团，他跟财团的这个交往已经超过了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为了发展政党，他去拿钱这件事情了。譬如说最近的这些 USB， 有很多人已经证实他们确实有拿钱给柯文哲。但是这些钱并没有进了民众党，也并没有给民众党这些在外面选的选将，这些人都没有说没有。其实柯市长拿钱是给我们的，没有。那这些钱进到哪里了呢？变成他自己去买商办，甚至他买的那个商办，其实一开始民众党也没有人知道，是被爆料了以后他才承认的。所以变成说他去拿钱募钱，他理所当然，然后为了自己的私欲，他成立制药公司，成立木可公司，都只是为了再把钱转到自己的户口里面。那我才开始变成说，我本来只觉得说，他是个能力不好的人呐，他不会贪钱，他看起来就不贪钱。我跟很多人一样，就觉得说，对，他生性很简朴，跟蔡壁如讲的一样，他是一个不贪钱、很简朴的人。可是我现在发现是说，穿着打扮很简单的人，不代表他不贪财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2次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改观啦。OK，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在谈到这些的时候，还有一段是，当柯文哲柯主席可以把所有的人都骂成，就跟财团近一点的人，跟包括在募款过程，就所有，当你可以把人家讲成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你一定自我要求很高，所以你才会这样子，你敢这么大剌剌的直接骂这些。所以有一些人的对于这方面，我讲，所以当柯主席你到桃竹影园去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个也会有一些没有申报的一些政治现金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这时候就开始。小武哥，你知道我到现在还是
觉得真的很难相信。真的哈，我相信有很多人那跟淑慧一样。我刚刚为什么讲，尤其对年轻人，我一直希望年轻人还是对政治还是有一些的理想。刚才青黄讲的嘛，很多年轻人是外面有高薪，他也愿意帮柯文哲啊。他目的就是台湾总是我们自己的嘛，你总希望有这块土地上能够做出不一样的一些政治环境。所以柯主席这个案子，我讲不单是对他自己判决有没有罪与否的一个影响。对台湾，尤其对年轻人这一段，是不是也会有另外一段影响？你如果讲这个案子一路往下看下去，最近浮出台面的媒体上报道的一些东西，活化石，这个要问你，请问一下，字画到底在台湾的政治上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字画字画当然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艺术品嘛，哈，对啊，有些艺术品它是价格是各自认定，各自认定的艺术品，其实就说一句话。今年徐亲王写了一幅字画给我，然后我这一幅字画，那个陈东豪要花1000万来买。当然徐亲王的字画值这么多钱吗？我不知道，可能连10块钱都没有。徐亲王如果写财经，然后告诉你一些股市跟其他点报名牌，对，应该比较快。所以这就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徐亲王送我一幅字画。那陈东豪知道徐亲王送了我一幅字画，然后呢，当然这一幅字画值不值钱，徐亲王就告诉了陈东豪说：“哎，那个你花1000万把它买掉。”那陈东豪付了1000万，那徐亲王不干我的事，陈东豪买的。那实际上那幅价格真这么多吗？我们都还听过政坛上面都还有送假的艺术品，到最后又买回去，用真的价钱买假的艺术品。对，它就是一个模式嘛。它是一种模式。你从扁案里面可以看到，珠宝是一个模式，当然了，现金更是一种模式嘛。哈，听说。那当初陈水扁那时候没有什么冷钱包，没有什么虚拟货币不流行嘛，现在就加一个虚拟货币嘛，对不对？那有太多的东西，你可能契约里面讲白一点的话，我盖了一个房子以后，反正10年以后才会盖完啊，其中我答应。其中有一户可能3折卖你，2折卖你，它都是一种方式嘛，那艺术品艺术品其实在政坛上面，其实听说是越来越少了啦，因为太麻烦了。OK，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越来越麻烦了，太麻烦了嘛，因为。如果那个字画你买回去1000万，其实大部分明知不值钱，你还要挂给大家看吗？那大概就那请问一下，好，你刚刚讲的是字画在从因为上一幅跑太久，包括政坛所有这些。那可是现在讲说沈静坚的那个纪念字画，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案子，他只讲纪念字画，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对。而那个纪念字画，他有登录啊，民众党还告诉你说，人家都登录了，你们大家到底要在这里面做什么文章？可是登录以后，如果照颜若芳议员的说法是柯文哲带走了，就没有留在市府，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带走？然后其他的对王世坚的脚踏车他带回去了嘛 ？OK， 因为他平常就骑脚踏车嘛。那这个最起码英国议员送他的那个怀表叫做破铜烂铁。我刚刚不好意思讲那4个字，因为总是外交人家送的。那你觉得这可以带回去吗？它中间有任何猫腻吗？大家可以补充一下。理论上是不应该带回去因为政府里面你申报以后，有些东西入库是就摆在属市府。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带回去的。他个人捐赠可以，这我等下可以补充一下。对，你登录完了以后，其实你能不能带走？理论上是不能带走的。理论上是不能带走，因为有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馈赠。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你去威经总部演讲，到底算公务还是私人行程？先界定这个事。如果是市长的公开行程我只是去一个企业演讲。如果是一个私人行程呢？你还可以说是登录是公务馈赠的话，那表示你那个是公务行程嘛？公务馈赠，因为它上面是写公务馈赠是啊，不是私人馈赠是因公务而得的馈赠嘛？基本上，如果这一些因公务而得的馈赠，大部分登录以后大部分都是缴到那个政府机构，你不会拿走的。
因为你刚才讲的私人馈赠，这个是公务，没有，它上面标的是公务哦。大部分都是公务行程啊。那所以你们以前呢？对，我跟你讲是这样子哈，其实都是公务行程，如果是私下的哈，根本就不会登录了哈。他为什么会登录？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公开的行程，他不得不登录，因为媒体事务组也会跟啊，什么也会跟哈。那通常他是登录了以后，登录的时候，政风处就会打电话去询价哈。像我记得有一次是大陆送的哈，他那个政风处还打电话到少林寺去询价哈。对，要询价哦。然后超打到少林啊，他有规定一定价格之内你不能带走，因为那一次那个是河南的什么人送的，我记得，因为我笑出来了。中山少林的全谱啊，然后送的是一个农产品，然后出产的是什么少林寺的什么，所以那个政风写出来说，他会经过打电话去少林寺这个农产品啊，然后是价值人民币100多块，所以可以收这样子。对，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程序。艺术品怎么询价？他会说这个哈是一个纪念性的，然后他打电话去威京集团问，威京会说这是一个纪念性的，不值什么钱什么什么啊，所以可以收例如这样子那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字画，字画上面是不是还会写说，这个柯文哲市长惠存之类的我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个字画。好，那通常如果这样子的话，会有2种嘛，一个是捐给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是捐给市长的那市长当然可以选择带走，如果是捐给他个人的那如果价格是超过的话，超过3000块，我们公务礼是3000块，那政风处就会建议说，就是建议他退回去。那当然议员送的不一样啊，议员送的就可以收嘛，就因为这是公务礼仪的往来，也不存在这个利害关系所以当年金华城这个事情威京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看到政风处写给他的那个东西，我相信政风处应该要建议他退回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威京集团跟我们是有密切的争取容积的这个东西不管他送什么，其实都不应该收才对。OK， 对，君宪伟，那因为刚特别提到，其实所谓刚特别提到，因为威京那个时候就是在有容积之间的对，而且很多年都有。那不管怎么样，这一部分是不是有时候？但纪念字画，你有没有收藏字画？没有啊，很好，没有字画，对不对？赖清德的字画你也不收藏，没兴趣也看不懂。对，但是如果挂在办公室你已经离开了，还会带回家，一定是有一定价值吧？一定有一定意义或者说他真的很珍惜他跟沈庆金的友谊，所以要带回去。但是我们公务人员伦理规范是明文规定的，对，他其中第7条有写你公务员不得参加跟你职务有关系者的饮宴应酬，如果他的一些事情跟你的职务有关系，你不可以跟他吃饭，饮宴应酬都不行。不是，我补充一下因为他那个字画登记是2018年9月21号，对，威京以柯文哲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9月6号。我补充一下因为他那个字画登记是2018年9月21号，对，威京以柯文哲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是9月6号，9月6号提行政诉讼，对，然后柯文哲列被告行政诉讼的他告台北市政府代表人是柯文哲嘛，9月6号人家告你，9月21号收人家礼物。还去人家总部演讲，所以这些都是不适当的交友。时序你不觉得蛮奇怪的吗？是啊。照理讲，你其实瓜田李下，你就不应该跟他见面。尤其是新政治标榜的就是透明清廉什么良心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已经在跟你市政府甚至有产生官司冲突了，那他要申请，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看起来他们往来是很多次。但有一次柯文哲就被逼问了，说你不是去桃竹影园切瓜？后来柯文哲不是说对啦，就一次。就像是那个查账记者会嘛，查账记者会，那后来被人家问。我那时候就说他这个讲话艺术，唱歌就一次，那吃饭如果再算一次的话，聊天算一次，开会另外算。那果然嘛，这就是去超过一次嘛。所以他已经到最后关头了，他还是在玩文字游戏，他的话术。那送那个字画，我是不晓得，我只听说字画一般。通常有些人是避税用的，
对不对？哦，因为它的价值很难认，很难认定。或者是因为就像刚提的艺术品，你说它多少钱无价嘛？好，那因为对艺术品的买卖，政府有税务上很大一个优惠啦，它好像才1/1000还多少，我不大记得了，比什么遗产税比赠与税少。哦，那如果要是1000万的字画，才1/1000，就1万，那1万，就1万块，1万。哦，就是说你如果财产出售所得，如果那是你的财产，你把它卖掉，那以后你如果你有个，因为买的人可能会申报嘛，比如说你卖给我，我赶快我买1000万，我赶快去申报1000万，那你要报税啦，你有所得啊，那就照1/1000啊。如果是艺术品的话，这通常是在避税用啊，那这种公务上的馈赠啊，就当作是平常的友谊交往，这个跟贪污没有关系，其实也不妥啦，因为省经济的是有代志，跟市政府对，而且刚刚讲9月6号打官司，还拿你当代表人，然后打这个官司，然后现在送这个东西，对，哎，金宪伟，可不可以问一下，民进党以前跟柯文哲合作，就2014年那一仗，所以有很多民进党的朋友其实也跟柯文哲之间在过程当中也帮过忙，在那个过程当中，台面上的帮忙，台面下的帮忙，你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对柯文哲中间过程从帮忙一直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心态转折的看法？不，我不敢说帮很大忙啊，但一开始，因为我那时候是党的发言人，OK， 大概全程我都有参与。柯文哲第一次应该也是唯一一次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去访问，就是我安排的。那时候主席是苏贞昌。因为民进党当时正准备要办理台北市的市长提名，那党内有很多人要选。辜立雄要选，对，还有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他也要选。但民进党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说台北市不提名，还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柯文哲那时候刚浮上来，那他每天的占领很大一个声量嘛，我后来就想，后来民进党讲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跟柯文哲谈一下？我记得我是跟苏主席建议那主席也问我，哎，你怎么会认识他？我怎么认识？我就安排柯文哲来。柯文哲当时在那次谈话，他是有答应，因为民进党意思就是说，也欢迎民进党也可以提名你但你要跟我们参与我们的初选那就跟民进党一起来竞争嘛，因为党不可能说不提名嘛，我一定要提名一个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就柯文哲谈一谈，他是有答应要入党他有答应要入民进党他有答应要入党结果下午他就反了。那跟那个你们是下午吗？要早上谈，下午跟那个6点协议比起来还好，晚了3天。对，所以6点协议我是唯一有经验，我也是有经验。我那时候可能会翻，因为谈完的时候柯文哲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柯文哲是很菜鸟他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嘛。只是因为当时民进党，因为在场只有3个人，叫主席、秘书长和我3个人跟他，我们就态度很坚决。民进党在台北市不可能不提名，那民进党提名你也选，不可能选得上，但是你加入民进党参与初选，欢迎，所以柯文哲后来就柯文哲大概，然后大家说好保密，那柯文哲我就送他到楼下，因为其他们不方便出面，我就送他到楼下。因为上来楼上没多久，我电话就开始一直响，从来没停过。我一看，我靠，全世界记者都在找我，大概就会问柯文哲会不会入党的事情。然后柯文哲也一直没发声明，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柯文哲就发声明，他就否认他们也要加入民进党。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党就开始，记得好像每天做民调。到底柯文哲的支持度有多少？每天测，真的有发现柯文哲对于一些所谓中间选民他比较有吸引力。然后后来党内也有一些人开始就给党中央压力，要支持柯文哲。后来甚至就喊成功不必在我，就台北市不能让国民党继续执政，是第一优先。那苏主席已经要最后。他没有寻求连任嘛，因为蔡英文要选。对。那苏主席主持的卸任前最后一场中执会，
就是帮柯文哲完成2阶段的提名。哦，那党内讨论到多细声，因为我在楼下准备安排2个新旧党主席的交接，新主席就是蔡英文，那等苏贞昌来嘛，那苏贞昌在楼上主持中执会啊，那坚决要党要有初选的，当然不放弃啊，哇，其实苏主席马上辛苦的啦，也等于帮柯文哲排除，才定出一个2阶段提名，就民进党先初选完跟柯文哲再打一场，然后再跟柯文哲对，再跟柯文哲打，后来民进党最提名第一个是顾立雄嘛，后来就跟柯文哲比第2阶段，后来比输给柯文哲就提名柯文哲，而且那时候党主席已经是蔡英文，那蔡英文甚至还公开说哦，民进党跟有3个点啊，就选举就进总民进党不介入了，好 ，OK， 第2个选后不介入柯文哲台北市的人事，第3就不介入他的台北市政，可以说对柯文哲，当时民进党就是让柯文哲真的就是以所谓的把他绿色的素人，把他绿色的形象降到最低。哦，那时候民进党也被骂。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必须要去讲为什么要这样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吓一跳，因为我去才发现，现场来宾我旁边是坐吕秀莲。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如坐针毡哦？辛苦。那时候他就公开提问，他问的有道理啦。为什么台北市长民进党不提名？对，怎么可以？怎么可能？让给一个最大在野党不知道来历从何跑出来的无党籍的？你要我回答嘛？好，那我当然就是这样回答。就李秀莲制止主持人，他没有回答。他看出来你就是这样回答，不可以跳题目啊！所以我这样算间接有帮到忙啦。对 ，OK， 但是他那时候还是需要党内的一些民进党的一些重大，比如说党内的一些高级这个领导啦，我们一些像菊姐啊，像赖清德，他们都是直辖市长啊。所以我也跟赖清德说，柯文哲要跟你见个面。好。所以后来柯文哲不是说什么赖清德什么反正对，专门胡说八道，弄到北共了。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不觉得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就是政党就是对决嘛，民进党就是准备帮柯文哲，就是希望柯文哲能打赢。其实柯文哲一开始民调都输他自己讲他民调都输给连胜文，一直到太阳花学运，那时候所有选举的人都讲好了暂停选举活动，然后太阳花运动结束以后，后来事后柯文哲自己也讲，然后他的民调开始就起来了，就开始赢了，一直到他当选 ，OK， 好，然后他当选，其实里面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人有问题啊，因为第一个，你看他的局长换了100多个，他的局处首长有人帮他统计过，那几百个起的这尾给的这尾的。你看赖清德的局处长几乎都陪他做了6、7年，几乎都没有换过，顶多换个位置了，但团队一直在啊，而且每个人只要一离开柯团队，都是跟他翻脸，柯文哲嘛干咩，无利可图，他被理亏啦，当时大概就知道这个人，只是后来我跟苏伟有同样的感觉啦，也想不到原来他，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怀疑过任何操守问题，或跟钱之间的关系。你刚刚不是说财团没有罪嘛？但是柯文哲说财团有罪，是一概一共的呀。结果他现在发生自刑自话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听上一部分析讲的。OK， 可是你说一路发展到现在，那整个案情好，那当然讲说柯文哲会被严压，大家也在关注这一块，但都好。老司法人看这个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如果讲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是讲以浮上台面的为主。谢国良这件事情是谢国良自己出来说了，黄崇仁这件事情黄崇仁自己出来说了，其他在 USB 里面的所有这些，虽然检方有传，大家也看到传了这么多人，但只要他们没有出来说，我还是尊重，就用民众党的一些人讲的，那叫科幻文。虽然
然检方有传，大家也看到传了这么多人，但只要他们没有出来说，我还是尊重，就用民众党的一些人讲的，那叫科幻文，是这样。但是你就算把那些还没有，我说这些要等到起诉不起诉与否，你看那个起诉书这些，你才看得出来到底过程是什么。但是目前浮上台面的，你总不好把这个也全部都打烂吧？譬如陈振汉跟徐府，就为什么连谢国良那200万都摆在鬼故事里头？为什么？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看哈，有些陈振汉比较准哈。因为他不是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柯文哲的那个脸书动态讯息不是有跳出来一段，他那柯文哲在讲那个是财团讲什么的嘛哈，就是最近他们在准备反击，好，那当然你说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哈，但是他们要诉说的对象，有诉说的对象啊，这个诉说的对象只要他们相信就好，就是。我不求全赢，我只要把我现在还留着的先巩固住就好。好，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可是你一定要有个尝试，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个尝试的话，什么事情都没办法讨论，我不要讲专业知识了哈。好，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笑话，就是谢国良那一段，因为好像是徐福，就谢国良怎么会变成鬼故事？谢国良讲，就是他妈妈200万呢。他承认有200万这件事情。那所以我第一时间的反应，那谢国良是做伪证吗？如果那是鬼故事，是一个不存在，鬼故事应该是讲不存在嘛，没有200万的事情，因为不是有时候鬼故事是真的，对，就真的有鬼。其实是他们在讲鬼故事，对，是陈志还在讲鬼故事。因为他在特定的节目嘛，很多都是老朋友。就是说我在看柯文哲这个过程中，很多老朋友，以前我们在谈论扁案的时候是怎么谈的？不只是扁案呐，包括那个时候那个叶世文的时候，讲到远雄一些故事的时候，怎么这个事情你会这样子讲？如果他是鬼故事，谢国良是做伪证，因为200万的事情，现在我还不晓得有没有分案哈。如果是给台湾民众党的钱，给柯文哲个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柯文哲不是候选人，他妈妈谢国良他妈妈听了一场演讲后要给200万，如果是给柯文哲个人的话，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是谢国良的妈妈给。如果是给台湾民众党，那又另外一件事。因为谢国良那天出来在镜头前面说的是民众党，那就问题就大了，那就会我们讲应该要分一个清战的问题。对啊，这个事情还没结束，你说就鬼故事，那谢国良就产生一个问题了。那你做伪证，柯文哲还没起诉，谢国良会先倒霉。然后连带的还有个邱佩玲嘛，对不对？邱佩玲民众党里面的这些人应该够熟了吧？好了。但是你要讲这个话之前，我绝对会同情他们要救柯文哲。可是你怎么会这样子讲话？包括还有一个讲压人取供的，黄国昌。那如果压人取供是，你讲是压人取供，你讲是他是违法的吗？还是讲他是不道德的吗？还是讲他是违反人权的吗？好，如果你认为他是违反人权的，那是法官决定的，不是检察官决定的。那如果你认为压人取供是不对的，那你不是立法委员不是要该修法吗？那我们的羁押制度是不是还要保留？因为压人取供一定跟羁押制度是联动的嘛。所以我在看他们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在干嘛？我讲这句话意思不是说因为大家对柯文哲立场不一样，那我们社会要有个基本共识啊。那这些基本共识是从一些基本常识先建立起来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我哥你刚才在问很多人说，到底对柯文哲，你呢？我是从林周明开始。林周明什么事？就是他换掉林周明这个，要把林周明请走。他把林周明换掉，为什么你开始对他就产生？因为远雄大巨蛋的事情，你要搬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石头，然后用的方法是这个样子。我跟邱文不一样哈，因为在2014年柯文哲选举当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说是5大弊案。我应该从来没有用5大弊案这个那个弊字，我应该永远都是讲5大案。
因为你不确定很多事情。那当然，后来大巨蛋的事情有李树德的录音带，那是后面的事，因为在当时还不知道。那远雄大巨蛋最近蒋安安要加油一点，明年职棒那个可以打的时间少了快一半。大巨蛋因为已经盖好，已经主结构都已经完成了，事实上你动不了它，可是安全的问题怎么办？可是在那个过程中，我看到他不断的是私底下跟远雄接触。这跟当初2014年柯文哲跟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你不能接触，可是你怎么会接触到大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需要这么神秘吗？如果我只是基于公安，公安可以客观讨论，公安也没有什么，我跟你讲也没有什么不能妥协啦，因为看你标准怎么定嘛。主要是你的疏散，你的反应速度，因为以后营运的公司，如果你的员工训练的够好，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好，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把林宗彦搬走？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觉得不对，然后后来他连任之后，我自己一些朋友，有些是在企业界的，听到他们跟柯文哲接触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吓一跳了。因为我不想害人，但我跟你讲，柯文哲对事情的要东西的时候，他是很直接的，他不拐弯抹角的。对，这跟柯文哲的性格有关，就是他吃便当的时候，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不会管你的。可是我以前的老板也跟他认识啊，就是遇到好咖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态度的，所以他会看人。什么叫遇到好咖？那遇到好咖是什么叫好咖？他的态度就是开口就可以就有的，对，好不好？那他就直接开口，他直接啊，他很直接的。我听过一次，我吓到，他从来不会拐弯抹角的。他直接说关了呗。真的？对，我听到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他真的这样直接讲哦。他是啊，我也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他没有拐弯抹角这回事，好，他会有拐弯过，那当然会去治柯文哲的每一个人动机都不大一样。所以我后来18年的时候就越听越多嘛。然后当然我对他的操守完全怀疑，当然是因为金华城。沈庆金我们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沈庆金以前是个很爱跟新闻文界接触的人，他个性活泼，就一个采访对象来讲，他觉得很有趣。可是沈庆金永远是一个走偏锋的人，他永远走偏锋。所以我看到包括黄珊珊会去搞便当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傻眼。这个事情能碰？这也是常识，因为这会跟你的人设绑在一起。那沈庆金外在很多这个事情，我们这种跑社会的怎么会不知道？他需要钱啊，然后你金华城在这个时候这样子过，然后更何况一查下去，尤其看到后来监察院报，你怎么会一边跟人家打官司，一方面又给人家这个东西，所有东西在常识上都讲不过去。你如果认为那时候郝龙斌对这个沈庆金太苛刻，所以你认为郝龙斌那时候的裁决不对，可以，你就讲清楚。可是你不可能一边打官司一边又给他容积率，然后还讲补偿，这完全颠覆掉。然后后面你就看到越来越多的怪事情。就政治人物有没有做错的时候，当然都会有。可你做错，你发现你做错事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比如说，为什么我刚才讲黄珊珊？我跟黄珊珊联络最密切的时候是太极双星的事情。太极双星的那个其中有一个主嫌，就像不要是主犯的主嫌，因为太久了。他同学是他同学，我记得是在五哥你这个节目，珊珊也在。下节目之后就问他太极双星的事情，他就跟我讲那个是他同学，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本来前面有帮他，后来他发现事情不对。苏慧也在这边，因为珊珊那时候跟我讲的是说，他主动打电话跟郝龙斌讲说那个事情不对。就是他有没有打电话？因为郝龙斌当时是市长嘛。
就是我们讲这个过程是可验证，就我们会不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包括我都一定有犯错评论错的东西，我有判断错误的事情。可当我知道犯错的时候，或者我讲错的时候，我至少要踩刹车嘛。我们至少事后要赶快道歉一下嘛。可是你们看到什么？像金华城说一路撸下去，一路撸下去的过程当中，谁踩刹车？在2018年以前，因为他怀疑民进党，或者觉得民进党这些人不是他的人，那些会踩刹车的人全部被他干掉了，全部被他逼走了。所以，我如果回过来看柯文哲这8年台北市长哈，我们比较少谈他第一任的问题。就第一任，我不是他做的多好，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他会变成弊案的，好像我们不大会谈到第一任的。我没有这个印象。我们就在谈的都是连任开始。第一任他对企业态度还不是这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后来知道的是2015年啊，那个时候真的柯文哲在处理市政，那个时候他真的那时候是比较专心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希望我插一句话，你知道，因为他曾经跟蔡英文还不错，他后来我该用骗还是用拐呢？那些当年支持16点，那个时候有一堆支持蔡英文的企业界的人也被他骗了。对。那我举的例子是说，你看当时哦，这很有趣啊。就那个时候是台北市资讯局跟环保局有个案子，那时候大家就在讲说，2015的时候，大家讲说空污很严重嘛。那空污很严重的话啊，你如果市政府自己没有一个监测器的话，你要怎么知道？比如说内湖、文山，然后内湖哪一区它的空气的浓度怎么样，污染什么程度？就当时是我等于是牵线台北市资讯局。然后跟这个瑞昱半导体两边，因为瑞昱半导体是我的前东家，牵线两边合作直接谈，然后大家设计一个晶片，然后运用在空气盒子上面。那淑慧应该有听过空气盒子嘛？那时候台北市建制了很多，就是当时就是开始规划，然后合作成功之后就发表在物联网展上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建制。这一整段过程，瑞昱是没有收钱的哦。瑞昱是无条件，就是帮台北市设计这个晶片，然后提供这个空气盒子，跟ASUS合作。瑞昱跟ASUS两边合作，然后提供台北市来使用，所以当时的空气盒子就帮台北市去做这空污的侦测。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前面我们把东西做出来这一件事啦，后来就等于台北市好像有个物联网展，然后在不知道物联网展还是资讯展，就柯文哲出席，然后呢这个瑞昱的董事长也出席，瑞昱的董事长就坐在柯文哲旁边，然后呢柯文哲呢就看了他几眼，然后他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啊，就是我是瑞半导体的董事长。然后柯文哲连跟他打招呼，连说声好都没有，然后就瞄了一眼，然后就不理他，就往前继续看其他东西。就是国内 IC 设计的，国内 IC 设计的前3名的龙头公司哦。对啊。所以你可以发现柯文哲当时对企业态度，跟他后来急着要跟企业打招呼建立交情，什么换 LINE 呀，然后留联络方式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尚狗，我不知道，因为你看过这么多的政治人物。你有支持过柯文哲吗？或是你觉得他的一些理念，你有欣赏过吗？你后来有转变吗？或你觉得你现在觉得现在的柯文哲跟2014年那时候柯文哲，你觉得有哪个地方遭奸体吗？你说柯文哲政治人物啊，其实我们跑政治这么久，不会100%相信任何人，是吗？即使大家说谁跟我好，谁跟我好。事后回过头来想过很多事，也被他们骗过啊，成功过程中也被骗过啊。当记者有谁没有被骗过？对啊。我们也被记者骗过啊。大家都互相骗就对了。在被骗中成长。是。2014年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台大的急诊室主任出来。其实你能所知的背景不多。背景素人嘛，好，政治素人。2016年，他宛如第3组候选人骑脚踏车，一直到2018年要选连任前，其实我跟那个谁差不多了，陈东豪，听了太多2014年帮他的人在谈一些事情，那事情里面很多又是跟钱有关的事情。所以听了你就知道说，他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人吗？听到了半天都不是好像都不是这样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听嘛，就听人家讲很多，因为大家一定都听过很多。
可是你甚至于有当事人都跟我们亲自讲，在家里怎么宴客，怎么柯文哲是怎么拿的袋子，怎么一个一个收进去的，就是这个动作，是不是？当事人呢？哇，当事人讲给我们听的，很值也是得信。 2017年，大概也是2017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你看多少当时帮他找中小企业募款什么一大堆的，到最后骂的要死，骂的要死啊！然后就骂的时候就会私底下就把一段讲出来。他们讲说就自己超没面子的，对，讲的时候都叫我们不要公开讲。那都是很值得信赖的当事人。我的意思是说，他讲的不会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会夸张，或是在那边东掰西扯。你觉得那个当事人讲的，最起码以你对他的认识，应该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亲身经验，然后他骂柯文哲，柯文哲从来不敢跟他回嘴。他亲身经验，然后他骂柯文哲，柯文哲从来不敢跟他回嘴。我没有从柯文哲口中里面，我从来没有在柯文哲口中里面有骂过这个人。那一个人在2017年骂柯文哲骂得很凶。公开骂公开私下都骂。有些事情就是你跑久了，你大概听了，大概是，你2014年你怎么挺柯文哲的，我们都知道；2017年怎么骂柯文哲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很多事情。那一副你觉得对柯文哲来讲最伤的是什么事？最近一连串，你觉得最伤的是？我觉得还是那个 USB 透露出来，让大家知道，原来他是私下会收钱的。因为你当初揭露了多少的内容是2022年。2022年。最简单的一件事，柯文哲是拟参选人嘛？那不是，他不能接受政治献金。柯文哲能够去募款，只能帮拟参选人或民众党募款。只有这是他可以公开政治献金募款，只有这里，或者他自己已经是参选人以后。但是2022年他不是还没有，对，2022是选那个县市长，他不是啊。那去要了这么多钱，然后给党的也没入党，然后装潢费也跟人家要，怎么样？我先回过头来就是说，到底你说谢国樑做伪证，万一起诉书被约谈的那10几个人全部都说有给钱，这些人全部做伪证，是这样吗？就说你从这里面想。我都觉得那个 USB， 我觉得是他人设最严重的一件事，因为你之前讲金华城图利啦等等啦，大家都还有的谈嘛，就是说你金流在哪里呀，有没有对价关系？或许大家觉得应该有，但没有很明确的东西。但你那 USB 出来，黄崇仁一讲出来，谢国樑一讲出来，然后邱佩玲也讲说柯文哲喊穷的时候，我就会去帮忙募款啊等等。你一堆连下来，就是说，柯文哲私下是一个会收钱的人。那这一个我觉得才是真正对他一直重塑的东西一举被歼灭嘛。一举被歼灭，而且捐钱的人里面一看，媒体大亨，媒体大亨兼物流大亨，博弈大亨。什么亨，然后请问一下，这些人哪一个不是生意人？哪一个我们称他为不是财团呢？当然博弈大亨我们称亨了哈，对，那不叫团。对，你就说原来他是私底下跟企业界是私底下敢要钱、敢拿钱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大概人设上面。摧毁的最严重的。那最近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在这整个包括金华城、包括政治现金、包括很多这些，会不会真的对柯文哲主席人设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所谓最近的，因为黄珊珊的时候有被在最近的一些杂志媒体里面有讲到一些，包括有没有政治现金的事，他也直接出来
他也直接出来讲，他都照着申报。他身为也点名说国民党或民党，就是大家都是有政治现金，也照着申报，他到底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我也看到你最近对于这一段，你有很多一些的对口的一些内容。我也没有很多对口的内容啦，我只是觉得大家一直都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黄珊珊为什么还没有轮到他登场呢？因为我们在查金华城这个案子的时候确实是有他的角色嘛每一场的便当会都有他的存在。甚至他的戏份比彭正生还多嘛便当会3场便当会里面，场场柯文哲都有才是，而且他的才是都是关键性的才是，加速性的才是那黄珊珊都坐在旁边，甚至彭正生到议会的时候还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任命为 PM， 是我的助理来告诉我，我还在想说，我哪波逮波吉 Q 吩咐为 PM 彭正生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可是那一场黄珊珊也在旁边。好啦，这样子的黄珊珊在金华城里面至今都没有被传唤那最近媒体说他有接受过中工机械的这个捐款，坦白说，我觉得一家企业捐给他，而且有申报，而且只有20万，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他就这样说就好了，可是他就偏偏要去点名说你们国民党有一堆人中工机械都有捐，是啊，那又怎样？不要忘了沈静晶他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所以他捐献给国民党的议员民意代表，那也很正常，人家也都有申报。那我想请问你，黄珊珊那跟沈静晶又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是老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有业务关系，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再否认你跟沈庆京是老朋友了，就这么简单嘛。好，那你就不要去否认这一点就好了，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2020年的2月周刊还揭露一段是我们觉得过去我们在调查金华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事情。2020年的2月底。沈庆京到底有没有亲自来台北市政府找过柯文哲跟黄珊珊？这件事情是最近周刊揭露，我们不知道的。如果有的话，代志就大条了。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几件事情，我跟大家讲。2020年的2月15号，我们知道雨果市场绝标，应小薇有带着陈玉坤金华城的董事长。来找过彭正生跟黄景茂，要求这个12万楼地板面积，也就是678这件事情，彭正生跟黄景茂拒绝。然后2月18号，金华城的律师又再次的来找都发局，要求行政诉讼，说，哎呀，我们和解啦，就678啦，不要再打行政诉讼啦，因为他们知道快要输了嘛，都发局拒绝，而且都发局知道上面大概会给压力。马上在2月24号写了一个措辞强硬的这个公文给柯文哲，说如果我们和解就是图利。我告诉大家，公务员很少写这么强硬的就是速审速决那一份公文。对，公务员很少写这么措辞强硬给上面长官，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叫我和解，你就是图利我跟你讲，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这样写。可是因为太害怕了所以就干脆这样子写所以柯文哲只好丢写说好啦，速审速决所以2月28号这个2月24都发局写了这个公文，所以沈庆京是不是知道都发局不肯和解？而且我先找了你副市长马公美琪所以在2月底的时候，由朱雅虎陪伴来找黄珊珊跟柯文哲，也就是周刊揭露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因为公文上面通通没有。政风也没有记载，我们调查小组并没有调查到这件事情，直到最近周刊揭露，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如果是的话，黄珊珊，你要不要说清楚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黄珊珊讲了一句很玄的回应，他说：“这是拜会，不是密会。”那是不是代表有？是不是代表有？那如果是拜会不是密会，为什么公文记载通通不记进去？然后3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便当会正式谈这件事，说好了，要不然我把你另外绕过这个行政诉讼，交到都委会去谈。大家知不知道市府常常会干一件事情，叫我们议员当人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私下业者跟市府讲好，跟市长讲好的事情，可是市长需要有一个起案的缘由啊。会去叫跟业者讲说，跟财团老板讲说，我你去找一个议员来开个协调会，让我们市政府可以写说，因为某某议员的协调会，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沈静晶去找了应小薇，再从应小薇假装来开个便当会庭？我觉得北检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应小薇是不是受这个沈静晶是不是因为柯文哲教他，或者是黄珊珊教他说你要去找一个议员来当人头，要不然总不能说因为这个沈静晶跟柯文哲的密会决定这件事，你们要去找一个议员来起这个案子。我告诉你，台北市政府常常干这一招。不过现在到底是不是因为检方在查所有这些过程，大概一路在往下，一路在往下这些，可是这一直发展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上礼拜，因为昨天万圣节，本来在上礼拜的时候，那民众党办的那个就是要声援柯文哲，就是大家来什么讲鬼故事啊，很多这一类的，然后有激情的，也有要不要冲总统府的，很多这一类。算下，现在看起来，民众党是整个跟柯文哲没有要做任何的切割，也就是说挺到底，然后一路像这样一路相随下去吗？基本上我还是觉得12月8号以后再说。要等到党代表那时候党代表选完嘛，因为现在2300万人在想怎么想不重要嘛。2.2万有投票的铁票，铁草，他们怎么想？这才重要嘛。因为中央有党代表选完，中央委员选出来，后面再说嘛。可在这个时候，谁都不能背叛柯文哲。是因为那2.2万人做决定。所以2.2万人做决定，所以我是觉得对于他们。到底他们现在讲什么？你听不得下去，听不下去，一点都不重要，他也不在乎你听得下去。你说就算讲谢国良那个是鬼故事，也无所谓，只要2.2万的投票有投票权的人决定嘛。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最后的一个分割嘛。那这里面大家就像青黄也知道很多派系嘛，柯妈是一派嘛，党员那有一派嘛，所以柯妈那边对不对？不过现在听说是黄国昌压过，黄国昌有带了很多新党员，可是他的新党员有超过2.2万的过半吗？现在是血统与正统之争，对，所以还很复杂。血统与法统之争，血统与法统之争，就是白头山之争。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民众党这个他们这些走下去，一定站在柯文哲旁边，还是我是觉得12月8号再说。因为我们以前都谈过扁案嘛，对不对？扁案之后，我们都还记得扁案之后，在立法院旁边要声援陈水扁，我没看到一个民进党的大头，包含当时我也没看到你，再来去了。不要为难了，当时民进党是很艰难的面对这段历史。对，可是这里面就回来态度，民进党从柯文哲的那个，从陈水扁的那件事情，其实他们是很努力的。我记得民进党那时候只讲4个字啦，医疗人权。对他们后面其实民进党内部的运作。面部怎么样？为什么会出了这件事情？把一个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梦，把一个那个3级贫富翻身的故事，变成是这么一个荒谬的故事。民进党做了很多的处理，但是民众党目前没有看到，而且民进党那样处理，当年还被马英九、马总统那边的人笑得要死。3级贫富翻身的故事，变成是这么一个荒谬的故事。民进党做了很多的处理，但是民众党目前没有看到，而且民进党那样处理，当年还被马英九、马总统那边的人笑得要死。所以那个时候才有一句话，阿扁是提款机啊，用到2012年都还有用啊。对，所以这个是有个差别的。可是现在回来的话，至于呢？刚刚讲的，至于柯文哲的状况，其实我是没有像各位一样说对他有失望，什么期望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对，因为我因为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常去台大医院，认识太多很多台大医院的医生跟我讲的故事了。他们都很高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他们是第一次就说拜托你一定要挺柯文哲，公开呼吁提柯文哲。为什么送走？然后第二次的时候说一定要让他连任，因为5年就不能回去。所以柯文哲的这个状况，他算得很精准哎，实际上医院这些智商高于157的也有很多了。所以其实是，但是我对柯文哲的话，其实坦白讲，那个时候他面对连胜文，那当然我们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讲，是想看一下一个状况嘛，然后他打出了一个第3种选择。那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你会看到所有民调里面，30%的人其实是期望第3种选择，但是我对他政治人格完全不信任。原因是在哪里？就是那个信义分局的，一上来就把人家给换掉，然后在议会这样拍桌子，
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民主少一点叫做民亡，你会走上民粹，那一点叫自我节制，所以柯文哲是一个不懂得自我节制的人。10年来，我大概文章都是一致，我被写了，但是我真的意外的是，真的就是当我听到陈佩琪1.2亿豪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说那完蛋了，因为那个就是再怎么样，你的人格有问题，你的政治诚信有问题，你讲的话跟你那个至少台大医院告诉我的，都跟你讲的话不一样，包含地下 B4 的故事，可能跟他讲的都不一样。那个之所以选择的都不一样，那都是你政治人物，那政治人物会骗人的太多了吧？可是当你陈佩琪叫到肆无忌惮，但是后面肆无忌惮之后，接下来我会觉得为什么说它是柯氏骗局？因为那个 USB 里面的故事，那叫做柯文哲不会是一个自称的亚斯伯格，他很爱交朋友啊，他交朋友有很多模式的，他那种模式叫做兄弟茶啦，就是兄弟茶啦。他是玩那种这个最高尚的职业，玩那种最底层的兄弟茶的故事。所以现在回来，今天是你刚刚那前面问我，有人问说7年魔咒，他不会有7年魔咒，他跟亲民党、跟台联党、跟什么党都不一样。那些党的7年魔咒是因为路线，那路线里面就会让他们在绿和蓝之间怎么去选择。对，有个状况，那柯文哲是没有路线的嘛？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没有路线是。台大医院医生都告诉我说，他是没有核心理念的人。OK， 俊恒伟，刚才提到，其实民进党不是没有面临过，那时候阿扁是党主席，对不对？总统当主席，总统兼党主席，就是2007、2008那个时候，后来辞，对，后来辞嘛，发生了那些事情，所以民进党不是没有面对过像这样一些事情。现在是民众党的主席，然后被羁押，然后接下来面对到所有这些状况，今天还有一则新闻是在讲说，民众党现在是不是柯文哲要让他再请3个月的假？就万一要是被延押，要不要让他再请3个月的假，免得那个代理党主席之争啊，或者所有这些。那包括黄昌前阵不是讲说，对柯文哲的清白代表台湾的未来，个人的未来。对，那媒体上当然有人做民调，就大概七成左右的，有，这个不同意，将近7成嘛，对不对？6成68.9多。然后我想讲句话，认同的就18.7。OK。美丽岛电子化做民调的时候，民众党嘛，还有25。可是这18.7就会让黄国昌充满了期待。所以可以不要乱期待，解释一下，因为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很多支持的表态支持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对台湾民众党有好感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叫做深蓝。那深蓝在民调的时候会支持或者表示对台湾民众有好感，但是投票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你会怎么看这段？不，柯文哲的清白已经被谢国良给摧毁了。就是大家就不用再有疑问了嘛。好，只是话听起来怪怪的，就是我情愿相信谢国良。黄崇仁没有角色吗？也有了很多人。黄崇仁不到200万，黄崇仁只是这个，但是人家是交朋友。但是民众党我认为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的，因为台湾永远有人在追求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第三势力的信仰者一定都会存在。只是这个倒了，他们就看谁能够再把那些人找回来。因为一定有不满蓝绿的人。这个。当然一定会有，只是多或少而已啊。那柯文哲把这一块撑到最大，这是他厉害的地方了。但是他现在倒的也很快嘛。第一个，我刚听到说，民众党最近有党内改选嘛，所以以目前的氛围，所有的人当然都要支持柯 P 嘛，对不对？但我相信，民众党的这些人也很清楚，以后不会有柯文哲。那真正的他们的抉择。这应该说不是选择了，因为他最后会很清楚的走不同的路，就是你起诉以后的起诉书里面，故事我们就看到，他们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挺嘛。我认为里面写一写，大概都怎样，哎呦，对不对？那时候黄国昌也有其他的话嘛，他也很伤心，他也想不到，但是台湾还要继续往前走，人家话都讲，台湾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能失望，我们要为台湾拼未来，所以大家不要散掉啊，这差不多那故仔一共呀，所以很快的到时候就见真章了嘛，所以我认为民众党这些人目前当然还有一些凝聚力。
只是每个人现在对柯文哲的感觉一定产生变化。第一个，柯文哲你牵扯到这些事情嘛，第二个，很多人会很失望嘛，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是核心嘛，对不对？原来我距离柯文哲那么远嘛，那很简单的，你自我检验嘛。你有去桃竹影园唱过歌吗？没有，没有。你有帮柯文哲去收过钱吗？没有，都统统站旁边去。对，所以大家都已经可以在光谱上了解到自己在柯文哲心目中的分量啊。而且那些自称什么战狼啊，什么发言人的，哎呦，跟橘子能够比吗？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民众党，它价值，人家橘子可是写雅虎来接，人家不是朱将军雅虎，橘子会不会自己买东西给你吃，就判断说你到底是哪一群？因为第一个柯文哲的三餐，除了是这个其他的应酬行程之外，就是橘子来处理他的三餐了。然后第二个哈，这个也是提供我资料的人讲的，他说。这个橘子呢，后来因为柯文哲帮黄珊珊的关系，所以橘子呢也跟黄珊珊后来绑在一起。所以呢，他说当时府里面的人啊，就市府的人都叫黄珊叫二老板啊，就市府里面的叫二老板。然后橘子知道说柯文哲这个要服黄珊珊，所以呢，你看哦，注意哦，关键在这里哦，就是橘子会买东西去给黄珊珊吃啊，好不好 ？OK， 来。好，但我刚刚说民众党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你不要小看它。第一个。他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门票，你看，为了要选个总统不容易呢。各位有没有看到郭台铭的下场？为了选总统，你看他多少个议长去关呢？儿子都还没回来，他还到最后也没选呢。所以民众党有下一次总统大选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再怎么样一直都是。国会的关键少数，他靠哪一边过半，对，这个价值也不得了，当然所以民众党绝对不会散掉，那每个人一定希望都来抢。我刚就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柯文哲即将下台，黄国昌不知道嘛，对不对？看嘛在，所以民众党的接下来的权力斗争，谁拿走，这个才是重点不过如果以刚淑慧分析的，那黄珊珊如果真的会有事情的话，那黄国昌当然就是了。而且他现在根本就是主导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所以必然啦，这个柯文哲跌倒，黄国昌就吃罪吧。这一定是。因为黄珊珊被停权了。对。所以民众党下一任党主席。应该就是黄国昌，只是小心不要被黄国昌弄死。OK， 因为他有弄死过其他政党。但是过去我们对了柯文哲了解，其实我对他有兴趣是研究他的战术了。原本他的战术是正确。他没有民进党，他没有今天。但是他要有未来，他一定要打民进党。因为那时候民进党内人才济济就是他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跟他同样同阶的民进党直辖市长有陈菊、有赖清德、有林佳龙、有郑文灿，他在民进党内他不知道排到哪里去。那柯文哲如果有野心的话，他根本不可能留在民进党发展。那他已经利用民进党变成台北市长，他就是要往前走的话，第一个他瞄准的就是国民党。那最好能够再复制当时他怎么利用民进党，就所谓的在野大联盟。只是后来国民党没有让他嘛，那他跟民进党当然有很多恩怨，但是还好啊，民进党就先跟民进党翻脸，对，就大家彼此有认识嘛，就认识清楚了以后，柯文哲刚让台北市长，他写个卡片给我呢，这样俊宪兄仗义直言，现在还留着哈，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OK。这个柯文哲跌倒，黄国昌就吃罪吧。这一定是。因为黄珊珊被停权了。对。所以民众党下一任党主席应该就是黄国昌。只是小心不要被黄国昌弄死。OK。因为他有弄死过其他政党。但是过去我们对了柯文哲了解，其实我对他有兴趣是研究他的战术了。原本他的战术是正确。
他没有民进党，他没有今天。Yep. 但是他要有未来，他一定要打民进党。因为那时候民进党内啊，人才济济啊，就是他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跟他同样同阶的民进党直辖市长有陈菊、有赖清德、有林佳龙、有郑文灿。他在民进党内，他不知道排到哪里去。那柯文哲如果有野心的话，他根本不可能留在民进党发展。那他已经利用民进党变成台北市长，他就是要往前走的话，第一个他瞄准的就是国民党。那最好能够再复制当时他怎么利用民进党，就所谓的在野大联盟。只是后来国民党没有让他嘛，那他跟民进党当然有很多恩怨，但是还好啊，民进党就先跟民进党翻脸，对，就大家有彼此有认识嘛，就认识清楚了以后，柯文哲刚台北市长，他写个卡片给我了，这样哦。俊宪兄仗义直言，现在还留着哈。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OK， 来，清华，因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美国总统就是要选啦。对，美国总统就是要选啦。你告诉我，现在川普跟贺锦丽到底谁机会比较大？那谁当选对台湾来讲风险更大？当然，目前看起来，这个我大概看了1个礼拜啊，一整个礼拜，大部分的民调啦，然后跟美国的赌盘分析，目前看起来川普的胜算是稍微高一些。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整个在这次美国大选里面，就像我们过去讲的，其实跟关键州、摇摆州的选票有关系，只是说有一些事情呢，突发事件会去影响到这些摇摆州的选票。像最近我们说最近这个发生的这个垃圾事件实在是很糟糕啦。所谓的垃圾事件就是说这个。拜登对，就是拜登去施言讲说这个川粉都是垃圾。那之前当然他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有一些讲说这个波多黎各这个地方，说这边是个漂流的垃圾，那一讲完之后呢，他后来拜登就回这个话，但等等，人家那个来是帮忙造势的艺人，然后你是贵为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角色所讲出来的垃圾。跟艺人所讲出来的垃圾，这2个是不同层次的垃圾，好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拜登去讲出来说川粉是垃圾的时候呢，你等于把我这样讲，你认为美国支持川普的人没有一半，有没有将近一半？当然啊，就是嘛，当然啊。所以你看，在这种民主党跟共和党两边的分立的氛围之下，你等于把全国有将近一半的人打成是垃圾。那其实就等于说，这个对美国来讲啊，有一半人被你打成垃圾，那当然社会对你的批判一定会很大的嘛，因为你怎么会用2分法的方式做处理？就即便是川粉也有认真思考的好吗？当然，就至少川粉会这么认为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这个话一讲出来之后，民主党的人会认为说，就是直接把拜登送到冷宫去，直接放到选后，因为川普团队现在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到，听说他们已经在讨论选后的人事的安排了啦。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里面，大家一直在看说，这里面到底差在哪里？所以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摇摆州的部分。那摇摆州，坦白说，摇摆州有好几个区啦，包括像这个明尼苏达啦，然后威斯康辛啦，然后像这个宾州啦。那其实这几个摇摆州大家状况都不太一样，但是目前看起来。民调的部分，现在真正拉锯的就能表态都表态差不多了。目前看起来差幅最小，很小，小到你不知道到底川普会赢还是贺锦丽会赢。然后，但是只要一赢，那边就变成关键的定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宾州啦。所以那个红色圈圈圈起来，宾州这19张票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意思？这19张票，因为我们先讲一下美国的7大摇摆州，传统上来。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然后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跟那个威斯康辛、密西根跟宾夕法尼亚州。为什么我要讲这7个州？因为这7个州其实考量点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亚利桑那，它其实也可以民主党，也可以共和党，但他们过去这几年就真的对外来移民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反感，因为亚利桑那是跟墨西哥接壤的地方，所以墨西哥接壤的地方啊。对于外来移民，民主党处理的态度又不像川普比较强势的态度，所以亚利桑那这一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于这个对民主党来讲，他们其实不满的气氛是比较高的，不满气氛比较高，所以你看亚利桑那部分它就会用比较偏红色，但它不是用到那么红色哦，它是像粉红色，所以这各区的摇摆州都有它自己的因素，但宾州这一区目前看起来呢，两边这个差距非常的小。然后非常的小到，就是我们说他的那19票影响有多关键呢？你看这19票如果是给川普的话，川普的票数会是287票，贺锦丽会是251票。可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贺锦丽拿到这19票的话，贺锦丽就变成是270票，然后呢，川普减掉这19票之后呢，就变成268票，变成贺锦丽是逆转胜，差2票。
差所以一2张个宾州选举人票可能就。会决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宾州有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因为它可能就是287对251，或者是268对270的差别。一般这样我们就懂马斯克为什么这么努力在那边发100万奖金了。我们懂了，我们懂了。每天100万美金哦，对，每100万天哦美金哦，懂了。所以哇，原来就差那一个州啊。是啊，这个州说实话，坦白说，目前对民主党的气氛也不会太正面啦。所以你看这个州在这个 Real Clear Politics 里面，他就是在他的分析里面，他认为宾州目前的气氛是偏粉红色，什么意思？你看这个颜色有落差，这个颜色其实粉红色跟粉红蓝跟粉蓝色都代表是比较浅的民主党，或者比较浅的偏共和党，就微啦。所以他现在被认为是微偏向哪里？偏向共和党，就偏向川普啦。也就是这一区哦，如果这个贺锦丽再努力一点，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扳过来啦，是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的。只是现在看起来，因为他现在是粉红色的，所以现在等于 Real Clear Politics 给川普的这个预估选举人得票是287票对251票。那坦白说哦，就我在看实际的结果哈，就是只要摇摆州的部分哦，你现在看到这几个蓝的摇摆州哦，这几个粉蓝色的摇摆州，只要有1、2个变成是粉红色哈，因为选举这剩下几天的时间都有可能有变数，对，它只要一变过去。川普的得票有可能比现在看的287来得更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发奖金的，要砸那么多钱的原因。OK。每天100万美金哦，对，每100万美天哦。金哦，懂了。所以哇，原来就差那一个州啊。是啊，这个州哦，说实话，坦白说，目前对民主党的气氛也不会太正面啦。所以你看这个州在这个 Real Clear Politics 里面，他就是在他的分析里面，他认为宾州目前的气氛是偏粉红色，什么意思？你看这个颜色有落差，这个颜色其实粉红色跟粉红蓝跟粉蓝色都代表是比较浅的民主党，或者比较浅的偏共和党，就微啦。所以他现在被认为是微偏向哪里？偏向共和党，就偏向川普啦。也就是这一区哦，如果这个贺锦丽再努力一点，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扳过来啦，是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的。只是现在看起来，因为他现在是粉红色的，所以现在等于 Real Clear Politics 给川普的这个预估选举人得票是287票对251票。那坦白说哦，就我在看实际的结果哈，就是只要摇摆州的部分哦，你现在看到这几个蓝的摇摆州哦，这几个粉蓝色的摇摆州，只要有1、2个变成是粉红色哈，因为选举这剩下几天的时间都有可能有变数，对，它只要一变过去。川普的得票有可能比现在看的287来得更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发奖金的，要砸那么多钱的原因。OK， 好，那对美国的选举，当然全世界都在观察，到底最后会是怎么样？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一夫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一直很关注的是南北韩的一个状况。南北韩的状况，说实话，全球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因为你不知道第一个，北韩突然之间去助阵俄罗斯打俄乌战争。而且派出的兵员很多，然后他们自己包括是不是有在挖战壕？然后美韩当然不是吃素的嘛，就直接去他连演的时候就直接我就去报那个飞弹发射车给你看，他们未来到底会变怎么样？当然，北韩最近是热门嘛。第一个布林肯说8000，但之前是说上万啊。他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库斯克，他是说随时部署几天就可以参战。哦，那媒体还有报道，他们跟北韩部队跟乌克兰已经有接战的了啊。对，所以你说已经就等于说是北韩去帮俄罗斯了嘛，直接参战了嘛。我补充一下哦，这个投入速度只会加快哦，只会加快。为什么？因为冬天快到了哦，冬天到的时候，乌克兰战场上面如果结冰的话，会很难作战。所以呢，这个北韩投入这个乌克兰战场哦，这个协助作战速度只会加快，不会更慢。OK， 好，然后。当然，大家又在看之前我们在讨论啊，北韩那个发射那个近程导弹，然后弹头4.5吨，然后那个南韩就跟你玄武，然后跟你说我有8吨，那已经光在武器上就已经在较劲了哦。那当然。北韩那时候10月15号就把你炸了2条铁路嘛，就是南北韩可以通的铁路，然后把你炸掉了嘛。那时候用那个围篱的时候还围起来，整个炸掉以后，
哎，现在美国的一家民间公司卫星，因为有4天天气不好，突然17号拍到，哎，突然出现了2条那个壕沟，军事的壕沟，而且那个壕沟距离南韩的都罗车站只有1.7公里哦，这么近，出现了2条壕沟。好，东侧一条，西侧一条，125跟150，然后宽7公里。当然猜测了，哎，这壕沟不是准备打仗的时候你才用的吗？那现在它出现了2条壕沟。那壕沟那不断的在那一边看得很诡异的时候，突然31号又给你发射了1枚洲际飞弹。当然他那个大概日本啊、南韩他们都会去算嘛。发现它飞了86分钟，然后它的高仰度就高角度的往上的时候，可以高到7000多公里的时候，他们觉得，哎，飞行速度跟高度全部创新高。他们判断是新型的飞弹，新型飞弹，因为他们可以去推测，是因为去年他们发射了火星18，它是3节固体的，也是洲际飞弹，所以那时候在揣测是不是。但是发现是新型，他们现阶段大家称它的是火星19，火星19，啊，当然31号发射，那刚好美国跟韩国的空中军演，它是24号到11月1号，OK， 那31号呢，他们不仅增加战略性，还在韩国的中部的空旷地方模拟空投，就摧毁了一台那个模拟的机动的导弹发射车，那刚好呢，31号是12轴的导弹发射车发射的，那刚好31号呢，它模拟演习炸掉的就是模拟的也是那个它不是12轴啦，它大概是8轴的那个飞弹的发射车，所以你相对一看的时候，就表示说，其实北韩不爽，我发个导弹给你看。然后你刚好正在军事演习，那我也不爽，我炸一个那个飞弹发射车给你看，这就变成一个相对有来有往的这一个态势。而美国的美韩这次空中军演，其实出动的飞机蛮多的，110多架，各种新型 F-35A、F-35B、F-16啦，还有那个。韩国的最新的 FK-15全部都出动了110架，它要测验联合的作战能力。那刚好，那北韩发了，我们就表现一下，就炸给你看，炸给你看。你用发射车发洲际飞弹，我炸那个发射车给你看。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尤其南北韩的状态，在未来，会不会真的变成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不安定的炸弹的一个地方？因为中东那个地方看起来以色列跟伊朗，这2天其实对台湾的股市大概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讲说伊朗会不会回击以色列，你很少看过有人可以凶到我打了你还跟你说你不要给我反击，你如果反击的话我会再打什么什么。那全球状况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对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选举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一些联动性一些的状况？对国内来讲的话，清华城的案子一路往下推，那对柯文哲主席对所有相关一些人等，那对国内的政坛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